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最近有不少观众催促我更新红龙的内容，然后我翻了一下我之前更新的视频，发现红龙系列的播放量都是有个2-3万起步的，所以这就足以证明观众们在看腻了战争之人的愚蠢 AI 的表现之后，对这款游戏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我们本期的内容呢，就是按照一位观众在评论区的留言来整一场法军对战美军的模拟。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习习物者为俊杰，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但是在这里呢，我不仅对美军的单位了解的不怎么深刻，我甚至对这个法军的单位是一点了解都没有。而且在录制这期视频之前呢，我是很久没有玩红龙了，这个操作也有些生疏了。所以本次这个仗呢，我给对手设定的只是一个中等难度的 AI， 但是双方的这个卡组呢都是90年代的混合陆军，就是他们可以出动所有的单位。在这里我设定的法军的这个卡组呢，主要就是一些战车，步兵都没有多少。而且在开打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我甚至忘了带一些防空单位了。不过好在后来的对决中，这个美军的空军并不是很猛。然后这边在第3分钟的时候呢，我们的模拟就开始了。可以看到，虽然已经到了90年代，但我的这个兵排里还部署了大量的这个 AM90 这种落后的小轮式装甲车，它扛的是一门90毫米的这么一个短炮，所以只能打破甲弹。对于那个拥有复合装甲的 M1 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威胁吧，基本上算是只能从侧面去偷袭一下他们。然后这边中路呢，我放置了2台这个法军的高富帅勒克莱尔。我们的所有单位中大概只有这2台勒克莱尔有能力和 M1 碰一碰。在这里我的战术主要就是防守 Bravo 和阿尔法2个地区的城镇。为了防止 AI 从侧翼偷袭呢，我在左侧的高地上还部署了一些侦察单位和大量的 AMX-30。这里可以看到法军的这个小云雀侦察直升机还是很可爱的。不过我在侧翼的部署呢，显然是有些多余了，因为这个 AI 有些憨，他们只会中路一波冲。在这儿呢，它集结了大量的这个超级 M60， 然后还有这些布莱德利带着大量的步兵径直的往我们地图中间，也就是 Bravo 地区的这个城镇前进。此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威胁，将这个部队分成了3路，企图全线防守。然后过了一会儿呢，这个美军的先锋单位就抵达了，是2台这个 AH1 眼镜蛇。我们放近了可以看一下它的挂载，也就是一些这个火箭弹，而且它前面这个炮手的武器呢，似乎是一个小口径的榴弹。然后在这里它是直接就被我们的这个防空炮给击落了。我们拉近一点可以看到我部署在这边的一台罗兰，等一下我还是得把 HUD 给打开，不然的话在这个大地图上找单位还是太过于困难了。这个罗兰呢是一个履带式的底盘，然后它的这个导弹架子上一次只有2发，所以它的这个射速并不是很快，但是用来打击直升机呢还是很有效的。在2台侦察直升机被敲掉之后呢，美军的地面单位就到达了，它这边是浩浩荡荡的，有些震撼啊。不过 AI 还是 AI， 他们竟然让这个复仇者小车，这个是一台防空车，他们竟然让这么一台没有装甲的防空车走在最前面。不过这里我也是有些忌惮于他们的武力，并没有主动的让我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往前推，把他的这个复仇者给点掉。而且毕竟我也没有啥空军，我并不是很在意敌方的这个防空单位。这里可以看到这些超级 M60 已经进入城镇了，和我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这个海军陆战队呢是有20个人，结果跟敌方接触的一瞬间就被打到只剩下1个人了。但是这个只剩下这1个人也是个猛男啊，他硬是用筒子在最后一刻呢敲掉了一台超级 M60， 也属于是给他的这个战友兄弟们报仇了。然后在侧翼呢，我调动了一些 AMX-40来进行阻击，
这个 AMX-40扛的竟然是120毫米的这个炮，但是显然我这边的操作是将他们白给了。而在村庄的这边呢，我们的2台勒克莱尔也开始朝着美军的战车攻击。其实在这儿我应该利用他们的这个武器射程，让他们边倒车边开火的，但是我已经太久没玩了，反应也变得很慢，就让他们这2个 AI 停在这里站桩输出，导致后来有一台车子是被打掉了。在刚才这个城镇里进行激烈交战的时候呢，我也是快速出动了一架飞机，趁机朝这个村子扔了个凝固汽油弹。现在这个村子里就只剩下2台超级 M60了。然后此时呢，我就让一些这个 AMX-10RC 这种轮式装甲车绕到了侧翼的树林里。他们扛的是这个据说是法国使用90毫米火炮扩膛而来的这个105线膛炮。虽然不如纯正的这个105线膛炮那么厉害，但也是挺强的。把它们放在侧翼用来打 M1 之类的主战坦克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城镇地形下作战呢，最重要的还是得多放一些猛男。所以这边我就叫了3队的这个法国外籍军团，他们乘坐的这个小车叫做 VAB。这玩意儿我咋看都跟我们国家使用的那个92式轮战还是挺像的。在开到这个城区之后呢，他们就立刻将这些外籍军团给放了下来。但与此同时呢，他们也遭受到了这个美军阿帕奇的攻击，然后也导致我损失了1个班的外籍军团。不过在这儿呢，还有2台这个运兵车没有掉，包括他们跟后面的这个罗兰防空导弹组合在一起开火。这个小车呢，它上面装的是一挺20毫米的机炮，在1000米左右的距离能够有效的打击这些低空低速的直升机，所以瞬间呢就把2架阿帕奇都给拍了下来。然后在他们的后面呢，还有一些不怕死的眼镜蛇和什么双发修伊格里边飞来飞去。果然没过多久呢，他们就被这个罗兰的防空导弹给击落了。与此同时，大量的艾布拉姆斯还有步兵也在朝着这个小村子发起攻击。然后我们部署在侧翼的这些 AMX-30还有那个 RC 轮式装甲车也在从侧翼朝着这个艾布拉姆斯开火。他们走在这个城镇里的时候呀，总会在这些建筑中间暴露出那么1-2秒的时间，然后这个功夫呢，我们侧翼树林里的那些小车装备的这个105炮就可以朝他们的侧面装甲开火，也就导致刚才明明有那么7-8台 M1在往前冲锋，打到现在呢就只剩下这么1台了。然后我们看看他接下来的命运。这边我又扔了一个凝固汽油弹，就导致整个村子是一片火海。但就算是这些现代战车拥有3防系统，你也不能直接就把它往这个凝固汽油里开呀，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我把注意力放在埃布拉姆斯身上的时候呢，这个美军又出动了大量的 AH-1眼镜蛇还有阿帕奇，配合着冲击我们的阵地。在这期间，我们的罗兰防空车就被打掉了。为了能够压制一下敌方猖狂的直升机呢，我赶紧从侧面拉了一台罗兰过来。但忌惮于敌方主战坦克的火炮射程，我并不敢让它靠得太近，所以暂时呢，我只能在制空这方面吃点瘪。然后可以看到，在村子这边呢，我们勇敢的法国外籍兵团正在奋力地阻挡着美国陆军的冲击。这些外籍军团的装备也是比较一般的，装备的是法马斯步枪，还有一种法国人自己的这么一个单兵火箭筒，加上一个很奇怪的机枪，叫做 AA-52，而且弹药口径呢是 7.5， 和法马斯的还不一样。这个 7.5 好像是法国在2战期间的弹药口径嘛。为了不让他们的鲜血白流呢，在侧翼我紧急的出动了一些 AMX-30来给他们提供火力支援。这些虽然是装甲无用论的坦克吧，但是他们对阵起这个布莱德利之类的步战车，
它这个火炮敲他们就跟开罐头一样，还是一炮一个的。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布莱德利啊，他们是惊慌失措，然后这个驾驶员的技术还是挺好的，能够在开着这个装甲车的情况下，从这个小巷子里疯狂的倒车退出这个敌人的射界。由于敌方的单位每次进攻都会必定从这个地区路过，所以这里我也让我们后方的这个远程卡车火炮系统开火。这玩意儿在现实中好像就是凯撒吧。然后在我们的炮火没有顾及到的地方呢，有一小队这个美军的步枪兵90摸了上来。虽然都已经90年代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个红龙对90年代的美军步兵有什么误解吗？他们使用的还是 M16、AT4 还有 M60。这个装备看起来除了 AT4 有些先进以外，几乎和越战时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我们的这个外籍军团还有海军陆战队的交叉火力给消灭干净了。然后在后面呢，还有一队这个海豹突击队，完全就是没有任何隐蔽，在这个大平原上冲击我们的城镇。你就是阿斯塔特，你也不能这样用啊！所以这个海豹突击队呢，也是很快就领了盒饭。不过我们可以看到有趣的一点就是，这些海豹突击队使用的并不是什么装满了配件的高大上的 AR， 而是这个敌对阵营所使用的 AKM。使用敌对阵营的这个突击步枪，就足以证明他们是一支常在敌后行动的这么一个特别部队了。而在另一边呢，还有一些这个三角洲特种部队，他们用的呢是这个 MP5SD。这小9毫米的冲锋枪使用的还是亚音速弹，你跟我们这个外籍军团的法马斯对枪，不就是寻死吗？而且这里我还很及时的扔了一波这个凝固汽油弹，在这个烈焰之下是众生平等，管你是经过了什么地狱般的选拔，在这里都得变成咱的老熟人。战斗进行到此刻呢，其实我就发现了这个愚蠢的中等难度的 AI 只会从中路一波冲，所以我就想着部署一些装甲单位到侧翼的这个位置，直接沿着这个公路快速前进，将他们的这个源头给掐断。但是我呼叫的一些 AI， 他们很愚蠢的，竟然从中路走到了我们的战场最激烈的位置。所以在这边我也来不及命令他们，就只得让他们赶紧停车，把这个阵线拉开，不要一股脑的往上冲了。在这儿可以看到这些 AMX30 呢，他们的这个105炮在和 M1 对阵的时候是有些吃亏的，所以我赶紧的命令这些 AMX30 倒车，就是倒进这个小镇里。这些建筑物是可以帮他们阻挡敌方射界的。然后在这儿，我不知道现实中这个车子倒车的速度是有多么的快，反正我总感觉红龙这款游戏里所有载具的倒车速度都是挺快的。为了防止敌方的海骑士或者是眼镜蛇再次来袭，这边我还叫了一台虎式直升机。现实中这架直升机似乎是德国和法国联合开发的。然后这里我呼叫的一个版本呢，它是携带了4发西北风，就是应该是一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吧，所以这里它拥有这个对付敌方直升机的这么一个能力，所以这边它就是临时替我们代替一下防空车的这个职能。为了能够有效的对付 M1 呢，这里我在侧面又部署了一些这个墨菲斯托。它很像我们那个战雷里的阿凡提09，就是它这个头顶抬起来呢，也是有4发反坦克导弹。不过这里它装备的这个霍特1好像是不如我们这个阿凡提09的导弹够劲儿的，但是用来远距离靠着射程压制一下 M1 还是可以的。这里我们将视角拉近，可以看到这个战场上有相当数量的这个美军战车都在这个位置被击毁了，显然它就是我们侧翼部署的那些导弹车给打掉的。就这样，我不停地往这个小镇里补充2个排的精锐步兵，然后在2翼部署一些
轮式的反坦克炮或者是轮式的导弹车，结果这个 AI 就非常愚蠢的不停的往中间派兵，然后就被我们这个杀戮口袋这个陷阱给他们不停的消灭。如果是玩家去使用一些战术的话，我是指定打不赢的。但像是 AI 这样愚蠢的冲锋呢，就使得美军的一些先进装备完全无法在本次的战斗中发挥出作用。既然这个 AI 不会绕侧偷袭，这边我就主动一些，派了一些这个 AMX-10RC 来绕它的侧。通过中立的观察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边并没有什么防御，只有2个步兵班，还有2台这个步兵战车。在见到我们这个浩浩荡荡的突击部队之后，这些步战车立刻开始倒车，惊慌失措，而且瞬间被这个RC 的105线膛炮给打成了1滴血。这边剩下的一台呢，不停的倒车，甚至直接忘记了反击。在击溃他们营地的守军之后，我迅速的调集了2台这个轮式战车到这个侧边的小树林里，在这个悬崖上，然后美军的这些支援部队呢，都是沿着这条公路前进。在这儿，他们就被我们的这个火炮捅了腚眼子。这有一台工程坦克，应该是拿 M60 改的一个短的迫击炮发射器吧，打榴弹的这么一个车，在调转车身调到一半的时候就被105线膛炮给击毁了。而在战场的另一边呢，我也开始发力推进。这边我再次派出了3个班的法国外籍军团。这个游戏中，你最多能够将4个作战单位编为一组，所以很多玩家都喜欢无脑的叫4个班的步兵往前冲。但是我是听说一些大佬他们都是叫3个班，可能是因为3个班这个比较灵活，而且火力也足够强大。如果叫4个班呢，一大堆人有点人海战术的意思，一旦挨了火炮，损失就会较大。由于此时是观战视角，所以我们可以很明了的看到美军在这边并没有部署多少的部队，但在游戏中呢，我是看不到的。所以这里我并不敢派我的单位快速的前进，而是让这些海军步兵团下来进入这个工业园区之后呢，慢慢的往前，一个房子接一个房子的往前推。在占据这个建筑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海军步兵团就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内的一些单位，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似乎是没有什么兵力部署的。我就同时让这些装甲运兵车呢，从侧翼的这些树林里往前推进。他们扛的这个20毫米机炮射程大概有个1000多米，用来对付悍马或者是布莱德利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我们一直埋伏在左侧高地用来防守的这些坦克呢，此时也开始往前推进，但敌人显然是没有足够的部队用来顾及这片战区，他们的所有车辆都在快速的往后逃跑。尴尬的是，这边这2台布莱德利在跑路的时候似乎是没油了，所以他们临时调了2台这个补给卡车来补充油料，就导致他们来不及逃跑，跟我们的这个 VAB 装甲运输车正面的碰上了。可以看到，在近距离的对抗中呢，这个布莱德利的正面装甲是完全扛不住20机炮的输出的。当然，他们的大毒蛇机炮呢，也是能够轻松的摧毁我们的这个装甲运输车。最后呢，是差不多是1换1的这么一个战绩，我们损失了2台 VAB， 他们损失了2台布莱德利。怎么想我们都不算亏。战斗进行到此刻呢，我们差不多就算赢了。可以看到右边，我的队伍呢已经接近8000点的这个胜利分数，还差1000多分。然后这边我就无脑的派出了大量的乱七八糟的法系战车。这里这台叫做头毛的车子呢，装备的也是一款90炮，但看上去它这款90炮的炮管子是要比那个 AML90 的炮管子长很多的，所以它发射的应该是某种动能弹。
不知道战雷以后会不会更新这台法系车子。然后到此为止呢，我们本期的对决就结束了。不过游戏毕竟是游戏，不管是它里面的装备数据，还是我和 AI 指挥官的这个指挥能力，都跟现实中的军队是相差甚远的。所以这期视频就还请大家看个乐得了。如果您喜欢红龙系列的话，还请多多三连。我们下个视频再见。